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防火墙被推倒，中国人可以直接和外面的世界进行交流。但万万没有想到，近期受 TikTok 禁令的影响，大批美国人反而跑到中国墙内来寻找新的电子家园，还自称自己是 TikTok refugee。虽然这种主动从一个自由环境跑去言论管控的牢笼里，并称自己是难民的行为，非常匪夷所思。就好比台湾人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然后他们就去中国办理中国身份证一样。但是这却成为了很多中国网友第一次能够从非政府官方渠道听到外界声音的契机。哪怕在他们心中，这些 TikTok refugee 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美国的确水深火热，但是由 TikTok 禁令引发的中美两国纯民间的交流，还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一个在中国内网冲浪多年，直到疫情时期因受不了包子而遭遇全网封杀的美国人。小红书一夜之间成为美国 TikTok 难民之家，这件事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中共这些年对于反美的宣传，在民间交流上好像作用不太大吧。不仅有美国大妈因为中国网友的关心而痛哭，还有中国网友一家三口在评论区自拍打招呼的截图在推特上获得了大量的点赞，甚至还掀起了中国人向美国人请教英文作业，美国人向中国人请教数学作业的热潮。Too bad it's not gonna last。但是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先来点正能量吧。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想，乐乐，这就是中国人的崇洋媚外。我知道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崇洋媚外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下，很多时候会受到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而变味。如果我们抛开这个词去看这个现象本身，我更多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以及与外界交流的渴望。他们希望自己被国际社会看到，所以不论是每年都要争论一次的 Lunar New Year 还是 Chinese New Year， 还有各种对于国际上文化挪用的质问，本质上也都是中国人希望以一种大声嚎叫的方式来刷存在感。就好比一个在缺爱家庭长大的孩子，会在之后的亲密关系中以各种不健康的方式来确认自己是被爱的，是被关注的。所以当大批韩国人涌入上海旅行时，中国人也通过给韩国人炫耀豪车的方式，试图向外界证明 Yo, so, as you can tell from my Ferrari, I'm also a very coo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if you don'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me, whatever, you're lost. Ferraris are still cool, right? 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一直以来都很缺爱、很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这一次的小红书事件满足了很多中国人被看到、被认可的心愿，也让很多人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This is how things should be. We shoul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e should be able to embrace our curiosity towards unfamiliar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to, I don't know, learn another language, fall in love, or criticize each other's government. Oh! 虽然现在来看，中美双方网友对于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美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点上的认同，使得他们暂时在小红书上达成了友谊。但毕竟中国的言论审查和敏感雷区遍地都是，所以之后会让这些 TikTok 难民大规模撤离小红书的导火索是什么呢？It could be as simple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eps in and puts heavy restrictions on all foreign IPs, but there's also a chance these TikTok refugees get a taste of real censorship and bounce. 已经有非常多的中国网民自发录视频，或者是跑到那些 TikTok 难民的评论区留言，给他们科普在中国上网的各种规矩。You want to come on our property, and you best play by the rules. No porn, no drugs, no politics. You do that, we'll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But if you don't, we'll send your ass packing back to wherever the hell you came from, all right? 搞笑的是，这些中国网友在科普这些规矩的架势，仿佛他们才是拿镰刀的韭菜园园主。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韭菜是他们，是你们，也是我们。那我们的美国难民同胞们，他们在听到这些规矩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被限制了吗？会像对美国政府比中指那样对中国政府比中指吗？Not exactly. 他们会觉得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审查，所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文化 ，respect their culture, guys. 这一回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共要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这几个字，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政治正确为集权所用。I mean, what is a warrior without his trusty shield?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ts their shield manufactured here in sunn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Okay, here's the thing.
美国人是非常关注自我表达的一群人，我们从小就被鼓励自信地表达自我，这其中就包括对于性取向的表达以及身体上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为数不多能够冒犯到这些 TikTok 难民的审查点，一是 LGBTQ+ whatever 相关的内容，以及露大胸。等一下，先别关掉这个视频。OK， 我不是在开玩笑。American women see the ability to use their attractive body as a way to develop their online following as an intrinsically feminist expression and right. It's my body. If I want to show some of it to get more followers and develop my brand, then who are you to tell me I can't? Oh my god, I love this song.These TikTok refugees aren't going to like it when they finally get a taste of what real censorship is. And honestly, I can't wait. 最后，我们必须聊一聊这整件事的源头。我个人非常支持美国政府禁止 TikTok。我认为它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危害，不在于收集美国用户的信息并和中国政府共享，而是在于中共可以通过操控 TikTok 后台算法，让平台给用户更多的推送对于中共自己地缘政治目标有利的信息，甚至对于那些不利的信息进行 shadow ban. I mean, it's not like the U.S. government has anywhere near the capacity to regulate that type of stuff.所以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到美国人的意识形态，还有台湾人的意识形态。And that's my issue with the entire discussion surrounding this TikTok ban. 现在对于 TikTok 造成国家威胁的绝大多数说法，还是集中在信息数据窃取上，大数据操控很少被提及。这也是为什么这些 TikTok 难民会跑去小红书上寻找 Chinese spy friend， 以此向美国政府证明他们压根儿不在乎自己的数据是否被中国政府收集。但是在我看来，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重视向美国人强调他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通过 TikTok 的推送被中国政府影响和操控，是因为美国人对于自己的独立人格超级自信。如果你这么告诉他们，you know that Twitter is influencing your ideology in a way that's beneficial for the geopolitical pla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们会感到非常被冒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判断能力贼强，绝不可能被轻易影响。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不论你是 TikTok 难民，还是深陷中国认知战的台湾人，我们都很难独善其身。那么问题来了，那些已经遭遇了中国审查制度铁拳的 TikToker 难民们，他们会在此之后反省他们在中共体制威胁的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会不会出现一个令我们惊喜的大反转？遭遇铁拳之后，这些 TikTokers 在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发视频表示，他们原来对于美国言论自由的批评是非常幼稚的，然后呼吁大家小心中共洗脑。Hell no！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我是乐乐法力。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pass this video on to your friends. See you next time. Peace!